曾经的高级定制客户隐姓埋名，今天的高级定制客户把衣橱展现在全世界面前。曾经的高级定制秀只开放给几十个特定观众看，今天的高级定制秀在社交网站上为几百万人下饭。曾经的高级定制是给大明星凹造型的道具，两者气场1+1大于2。今天的高级定制是各路明星红毯争霸赛的战袍，不仅能不能穿上高定成了衡量明星咖位的标准，就连战袍数量也被做成了排行榜，还分3、6、9等，撞袍甚至被认为是灾难。曾经的高定秀只属于历史悠久的老牌时装屋，今天的高定门户大开，做缩水款西装的 Thom Browne 来了，才26岁的创意总监 Charles de Vilmorin 也来了，弘扬摩洛哥手工艺的 Maison Zaha Hadid 也来了。曾经的高定是一水的奢华大裙子，今天的高定是牛仔和 T 恤。那么本片我们就来说说高级定制这个位于时尚金字塔顶端的标签，今天为什么面目全非？或者说的再直接点，为什么下沉的这么厉害？简单的答案可能是高定也要顺应消费降级的大趋势嘛。然而这不是我们频道可以接受的答案。秉着本账号科普要先把底层逻辑掰扯清楚的原则，我们就做了接下来这支视频，关于高定的本质，你看这篇就够了。那我们先来说一说高级定制到底是什么。这个概念需要先界定清楚。高级定制的概念，法国高定工会官网上有一大段解释，我总结一下，用大白话说，就是用优质、昂贵、不常见的面料，专为特定的客户量身手工定制的高级服饰。然而我们听了这个就能理解高级定制了吗？ No， 要说清楚高级定制，必须要说清楚3个关键要素：谁为谁量身定制的，在什么场合穿的衣服。怎么样，有没有找到熟悉的完形填空的味道？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定义一下这 A、B、C 3个要素具体是什么，以及导致高级定制下沉的到底是 A、B、C 中哪一个要素发生了变化。首先 A 是谁？要说清楚 A 是谁，先举个例子，如果有天明总为我用昂贵的面料做了一件大裙子，这算高级定制吗？觉得是的扣1，不是的扣2。扣1的同学对我们绝对是真爱了，但显然这只能算是手残党 DIY 的精致穷。就像只有法国香槟区域出产的才叫香槟一样，高级定制也是有产区限制的。现代始终高级定制服装始于1868年，由设计师 Charles Worth 在巴黎创立了第一家高级定制时装屋。这之后的几十年间，高定工会只允许本土品牌加入，也就是说必须是100%纯正的巴黎血统。那么大家猜猜全世界现在有多少个血统纯正的高定品牌呢？其实高定品牌的数量近年来一直在悄悄变化中，因为10多年前一众高定时装屋陆续破产，或者是因为难以承担高定每年高额的制作成本而主动退出了工会，所以为了能力挽狂澜，工会只能用各种方式变相扩招，不仅允许外国品牌加入了，还开启了特邀会员制度。那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中国设计师郭培，就是中国第一个且唯一一个受邀会员。而今年开始办高定秀的 Thom Browne、Charles de Vilmorin 其实都属于特邀会员。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高定最不景气的时候，高定时装周可能只有10场秀，而最新的2023秋冬高定时装周上就有高达32个品牌办秀，所以给人一种特别热闹的感觉。除了新品牌纷纷下场做高定，近2年各大老牌高定时装屋也都加大了对于高定秀的宣传力度和办秀规模。扩招了能不卷吗？还有像 Balenciaga、Schiaparelli 这些老牌高定时装屋，在停止高定业务50多年后，又重新回来做高级定制秀。我觉得这背后的本质原因，其实还不只是工会扩招，而是一个和我们普通人息息相关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现在中产消费严重缩水，所以各大奢侈品牌都希望抢夺同一批高净值客户。不过 A 的变化给高定带来的影响远没有后面2个因素大。那我们再来看看 B， 高级定制的客户今天和过去相比发生了什么变化？首先请大家猜一下，全世界范围内高级定制客户有多少人？几百、几千、几万，还是10万以上？大家可以把答案打在公屏上。高级定制的客户其实主要是皇室贵族、女继承人、女企业家和社会名流。据一些权威数据统计，2000年高级定制的客户有1000到1500人，而2020年则有将近4000人，也就是说近20年内也就涨了2-3倍。大可不要以为这里面涨的都是男明星客户哦。关于明星是不是高定客户这个问题，我们后面会讲。
那我们先说4000个人是个什么概念？给大家一个数据参考：2022年全球公开资产超过10亿的人就有2578人，但他们不一定都是高定制客户哈，因为我们肉眼可见，像扎克伯格等一类富豪显然对高定制兴趣不大，因为他们对服装应该没啥要求，但愿意花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买一件衣服的人，只能说明他对服装有要求，以及财富水平至少是过亿吧。那你可能想说了，全球高定客户怎么会只有4000个人呢？我知道的就有几十个呀，比如刘亦菲、迪丽热巴、赵丽颖等等女明星，不都是高定客户吗？如果你们觉得明星都是高定客户，那请大家一定要回去再复习一下我们前面说的高定概念，用优质、昂贵、不常见的面料，专为特定的客户量身手工定制。划一下关键词啊，量身定制。而明星的高定礼服呢，肉眼可见都不是量身定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穿的都不是高级定制，而是高级定制样衣。比如唐嫣穿的 Giambattista Valli 2023春夏高定，你看这胸口缝的，完全丢失了这件礼裙花瓣领子的优雅弧线，另外腰线明显瘦了一圈。可是设计师的本意并不是想要凸显腰有多细呀，本来慵懒随意的法式礼服裙，变成了漏斗状完美身材的芭比装。不过我也理解啊，不要穿得太暴露，显然是明星们共同的诉求。比如赵丽颖把 Elisab 2023春夏高定的领口封了起来，原版的肩带也配合领口拉高了，虽然跟秀场上模特穿的气质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但不得不说这裁缝手艺真好啊。还有杨幂当年穿着的 George Hobeika 2019秋冬高定裙装，她把半透式的上半身吊带直接增加了一层安全的薄纱内搭。还有前阵子征战戛纳的女演员高叶，因为高定样衣尺码不合适，自己亲自上手当裁缝。她本人在微博上耿直的坦白，也是很可爱了。既然明星不能算是真正的高定客户，那么这4000个高定客户到底是谁呢？要知道，高定之父 Charles Worth 的年代，最开始服务的都是王室贵族，后来一夜暴富的美国人慕名而来，于是为高定打开了全球市场。这种场面一直持续到了今天。2007年 BBC 发布了一个纪录片《高级定制的秘密世界》，里面介绍了那些真正穿高级定制的客人，而导演在拍这部片的筹备前期就一直在被这些神秘的客人拒绝。 I'd written to over 30 women I thought might be coming to Paris, but it was like hitting a brick wall. Almost all of them refused to meet me. 除了高定设计师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而高定品牌也会对自己的客户名单守口如瓶。纪录片中时任香奈儿创意总监的 Karl Lagerfeld 说 You know, there are many rich people today. The public have no idea who they are, how they look, and they don't want people to know how they look and who they are and where the money comes from, you see. So don't ask me too many questions in that area, because it's like a doctor. There is a miracle secret. 曾经的 Yves Saint Laurent 品牌总监 Baroness Hélène de Ludinghausen， 是的，这个名字已经暴露了她的贵族身份。她则是精辟地揭秘了高定的客户群体到底是一群什么人。A car, she'll get the best car. If she goes to buy furniture, she'll buy the real thing. And if she wants a wonderful suit, she'll go to the best that can provide for it. I think it's a question most of all of quality. That is the good reason to buy couture. I think, I wouldn't call it a bad reason, but the maybe more superficial reason is wanting to be part of a certain world. Part of glamorous people who do that, and ladies who dress like that, being part of that group. OK， 我来总结一下，高定的客户群体其实就是一群什么都想要最好的女人和一群想要进入全新阶层的女人。而要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步，当然是先证明你的财力。在这部2007年的片子里，这些名媛们日常穿的西装、裤子就需要花2到3万美金，而一套礼服则是需要至少10万美金左右。不过呢，高定游戏的爽点显然并不是单纯由价码决定的。纪录片中寥寥几位出镜的高定玩家们透露出他们追求高定的共同需求：唯一性和极致性。比如高定客户 Judith Corinth 说：“我不想和别人穿的一样，我希望自己独一无二。” I don't like to think that I'm wearing something that, half of America has too. 再比如英国时装设计师、艺术收藏家、著名啤酒品牌 Guinness 创始人的后代 Daphne Guinness 说 If I see it on a movie star, I don't want it anymore. It's done. You lived in a certain way and you dressed in a certain way, and there was no other way of doing it, and they could afford it.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status symbol. It was more a habit. 然而，高级定制的客户群近些年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因为如果还是这群超级低调的顶级富豪名媛们，高定世界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喧嚣。今天的高级定制之所以让我们感觉满世界都是，除了大量明星借穿带来的曝光以外，当然还因为有一批高级定制的年轻客户，他们并不忌讳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甚至喜欢把他们的私生活送到你眼前。新贵和老钱的碰撞，从未像今天在高级定制的金字塔尖这样两刃相交。现在国际上最出名的高定玩家之一于婉婉，就是国内的一位90后投资人和慈善家。他买高定买到法国高定工会邀请他做大使，被英国 Vogue 评选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高定收藏者之一。一起入选的还有 Grace Kelly 和卡塔尔莫扎王后。于婉婉形影不离的好姐妹，马来西亚的杨氏姐妹花 Rachel Yeoh 和 Michelle Yeoh 也是资深高定玩家。虽然今年才26岁，买高定买到被品牌邀请走秀，坐私人飞机看秀也是他们的日常。还有菲律宾女演员 Heart Evangelista， 电影 Crazy Rich Asians 里的老钱名媛 Astrid Leontel 的原型据说就是她。她喜欢把她穿高定的日常拍成视频，方便吃瓜群众沉浸式的感受名媛日常。除此之外，真人秀 Bling Empire 里的台湾名媛 Christine True也在视频里挨个儿讲过她收藏的100万高定服装。真人秀里的行头也是很真实的珠光宝气了。说完了 A 和 B 的变化，我们再来说说 C 的变化。要说穿着高定场合的变化，我们先来说说传统高定客户穿着高级定制的场合是哪些。我们可以拿高级定制最大的客户群体之一阿拉伯女性来举例。他们的社交活动通常包括每年15到20场的婚礼，以及每月的贵妇私人派对。大家可以算算这些活动就需要多少件高定了。注意哦，在这些活动中，同一条裙子绝对不会穿2次。年轻人今天穿高定的场合显然越来越多，除了各种私人晚宴、派对、颁奖礼，今天的高定是可以穿上街的。所以今天的高定秀在街头举办，也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可以说，高定的下沉也是今天时尚民主化的一部分。时尚变得更加普惠、开放和包容，更多人能参与和享受时尚带来的乐趣，无论他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或文化背景如何。那我来总结一下哈。我认为这是因为 A 老品牌复兴高定和新品牌下场做高定， B 新贵和老千前所未有的交融， C 时尚民主化的浪潮让适合日常穿的高定越来越多。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今天高定看上去如火如荼的下沉局面。而所谓的下沉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它只是时尚如钟摆一样摇摆的必然趋势罢了。另外，虽然今天大家都在讨论高定变得越来越日常化、成衣化，但我觉得高定的现代化反而是更应该讨论的一个话题。像 Balenciaga、Schiaparelli 这些这2年最热门的高定秀场，我认为他们最大的功劳在于将高定从过往卯着劲儿做极致华丽的大裙子审美中解脱出来，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引向了另一个方向。无论是材质的重新组合、廓形的革命，又或者是科技的加持，无论这些是不是高定的未来，至少这些探索都驱动了高级定制的现代化。最后，我想回答一个我常常被圈外人问到的问题：高定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花费让人咋舌的巨大金钱、时间，季复一季、年复一年的做这样瞠目结舌的高级定制系列，意义何在呢？事实上，排除高定对极少数人的使用价值，对于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高定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甚至有的高定根本就不是给人穿的，它完全停留在艺术品的层面。那么做高级定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就要说到时尚这个行业的本质了。除去服装的实用性和身份区分的社会属性以外，我认为时尚行业对这个世界最大的价值，也是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造梦。梦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甚至可以说它的虚幻、无用、转瞬即逝，正是它意义的一部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西藏坛城沙画制作的过程？在画沙画时，藏族艺术家会花费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用彩色沙子极其细腻地描绘出各种复杂的沙画图案。而宗教仪式结束后，沙画会快速被抹平，沙子回归容器，等待下一次重新开始。用几乎献祭一样的虔诚去创造一种极致的美，再亲手把它抹平，让它转瞬而逝。你们觉得这有意义吗？当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坛城沙画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我所从事的这个时尚行业一个非常完美的象征。也许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极致的美和高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一件艺术品从不以它的实体能存在多久而衡量其价值，它所创造的梦境有着最神奇的魔力，就是让此刻成为永恒。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高定永远被唱衰，然而却永远不死。因为高定代表的是这个行业最华美的梦，而这个梦就是支撑整个时尚行业最底层的支柱。好啦，如果这篇视频让大家觉得有收获的话，别忘了点赞转发，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